我发现意大利的阳台呢，不仅没有围起来，住宅楼的样式也挺丰富的，不像国内的小区楼，每一栋都像孪生兄弟。每个年代的居民楼呢都有不同的痕迹。70年代是筒子楼宿舍，上班是同事，下班做邻居，一个连廊里住好几户，喧嚣吵闹，油烟弥漫，没什么隐私。那80年代是福利房，不再共用厨房厕所。90年代呢开始有了商品房。2000年以后出现 Art Deco、大都会等样式。预制版修建的单元楼曾经遍布全国各地，不少人都住过。影视剧里也经常出现这种结构简单、造价低廉的楼房，是我们建国以后向苏联学习的。由于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倡导的，因此也被称为赫鲁晓夫楼。用我们现在的审美眼光来看，这种楼简直就是贫穷的标志。但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可是豪华公寓般的存在呢。二战结束后，苏联人口迅速增长，城市住房告急。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建筑成本，政府提出了这种易建造却不太美观的单元房。最初是4、5层，一排2到6个单元，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老破小的真实写照。外形非常简单，没办法解决住房问题要紧，要什么自行车？欧洲一群社会主义小弟呢，也相继模仿。当然，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这种集体性极强的公共住宅的烦恼。日本曾一度流行过一种50户以上的密集廉价住宅团地，大多在市郊，只承担睡城的功能。不过80年代以后这种为应对城市化进程和重建需要的楼房就被郊区的独栋住宅和市区的商品房取代了。另外，国内还有一种典型的公共住宅塔楼，在北京4环内曾大规模的修建过，公摊面积大，物业费比单元楼更贵，每户都享受不到南北对流的风。它是框架结构，隔断呢是一层薄薄的砖，住2楼都能听到30楼的人挪一张椅子。说的有些夸张，但隔音确实不太好。这种高层是内地模仿香港，香港模仿日本，还不是为了满足开发商丧心病狂的发财欲，用最少的土地盖最多的房子。除了视野好一点，户型改动空间大一点，似乎没啥优点。而板楼呢，则大多是南北朝向，采光通风比较好，户型也很方正，所以都说能买板楼就不要买塔楼。2000年以后，国内商品房在审美上有了一些提升 ，Art Deco、大都会等风格越来越多。像 Art Deco 采用类似欧洲古建筑的立面造型，造价可控，也让楼房显得有质感。先是用在了高级公寓上，现在一些回迁房也在抄。由于开发商考虑节省设计成本和施工成本，往往会按照某一个模型快速高效的复制，导致各地的楼房都长得差不多，没什么特色，甚至还出现了楼型、外立面都完全照搬另一个城市某小区的情况。也许等到未来住房饱和以后，开发商会用更前卫潮流的设计来吸引住户吧。你有看到过哪些公共住宅楼很有设计感、很好看呢？留言和我说说吧。